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今天收看我的这支影片啊。今天的影片主要给大家来分享，来评测 OpenVPN 和 WireGuard VPN 的性能以及网速。然后今天我肉身回到了中国大陆上海，然后给大家来评测一下这两款 VPN。首先我自己做了一款软体，就是在手机上直接连接我的这个 AWS 账户，可以创建一个 OpenVPN 和 WireGuard。这个页面是给大家来展示，我现在是要下载 OpenVPN 在新加坡的节点，然后我现在要再启动一个美国的 VPN， 完了它这个协议是 WireGuard 的协议。你可以看到，其实WireGuard 这个 VPN 我之前也在影片里介绍了如何搭建。然后我现在是在手机上下载这两个配置文件，然后我分别启动这两款 VPN 服务，然后来评测一下网速以及性能。然后我现在是展示的是下载的 WireGuard VPN， 是基于美国服务的。你可以看到现在它这个 IP 上还没有分配好，然后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。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程式码，然后去连接我的 AWS 账户，然后创建一台 WireGuard 的服务。然后现在我是用安卓手机去连接我刚刚创建好的 OpenVPN， 然后我们连接这个账户，然后连接密码。你可以看到它下面也会显示连接成功，一会儿之后它会显示 completed， 然后连接成功之后，然后呢我们去来评测一下我这款新加坡 OpenVPN 的 VPN 的性能。它这个我看看啊，它现在正在验证当中。IP 是 18.143.73.97。为什么它连接不上呢？我重新我重新再连一下，我看看。OK 了，你可以现在看到它是连接成功了。连接成功之后，返回到我们的谷歌浏览器，然后我们去评测一下这个速度。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950 kbps，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。然后看 4K 影片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什么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，我本人现在是在上海，然后我去评测了一下，我感觉这个速度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然后什么刷 Facebook 刷 Instagram 然后刷 YouTube 都没有问题，速度都非常快的。然后它这一台是连接的 OpenVPN， 然后国家是新加坡，然后是在 AWS 亚马逊云上部署的。你看到速度是没问题是吧？810 bps， 这是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来展示在另一个网站上去评测它这个网速。这个网站它可能是有一些问题，然后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另一个网站。一会儿750 kbps， 就是一般它的范围在700多或者900范围内之间。然后它这个网速带宽是多少呢？取决于你的 CPU 的大小。因为它是我是创建的最小的实例，比如说是 T2.micro 在 AWS 上，它现在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判断。然后呢，我再返回到我这个软体上，我自己做的一个软体，去连接 AWS 创建 VPN， 然后我们现在下载 WireGuard VPN 的配置。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button 就是第一个按钮是打开启 VPN， 然后第二个是停止 VPN， 然后第三个是下载 VPN。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配置下载下来了。下载之后你可以看它叫飞 _US， 然后时间处，然后我们返回到手机软体 WireGuard 这个软体，然后我们去连接刚刚下载好的这个配置。然后我们首先需要断掉 OpenVPN 的 VPN， 然后我们连接 WireGuard 的 VPN。然后我们需要添加一个去配置文件在本地，然后我们选择我刚刚下载好的 WireGuard 配置，然后我们点连接，结尾是238是第二个。对，你可以看到现在数据正在传输当中，就是代表已经连接 OK 了。
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这个连接网速，但是我这个网站我不太相信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有的时候是0。它0是怎么说？其实它0并不代表说它没有网速，它是有网速的。我现在是可以给刷一些什么 TikTok 啦，然后 Facebook 了。还是不行的话，我会展示另一个网站。然后我们去这样的话，我去把后台清一下。后台清有之后，我去返回我的 Google 或断开连接，再重新连接。这样吧，我换一个网址吧。我换一个网址，换什么网址？是另一个就是检测网速的。它叫什么呢？首先我看看这 VPN 可不可以？你看到我搜乌克兰的时候，它是谷歌是可以上的。然后我们这样吧，我进另一个网址去连接我的，就测我的网速 speed test。然后我们开始找这个吧 speed.is 这个来 let's go。我ping一下，你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 IP 54.151.87.128。旧金山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网速是58 Mbps， 是 Mbps 不是 Kbps， 其实这个网速是可以的，我比较相信这个网站的评测。它 ping 是166毫秒，这是 ping 是美国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网速是57，下载是57，然后上传是50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 WireGuard 断掉，然后我们再重新连接我刚刚的这个 OpenVPN。我再去搜索 OpenVPN， 然后我再用这个相同的网址再测写我的网速，然后我再测写我刚刚起的新加坡的 VPN AWS 上的，然后再返回到我们的这个网址，发新一下，然后点击 Logo， 看看这个网速怎么样。这是 WireGuard 的。这是 OpenVPN， 你可以看到 OpenVPN 的网速稍微高一些，你可以看到2倍，是 WireGuard 的2倍。完了上传稍微低一点，上传是比较低一点。你可以看到新加坡 ping 的是76毫秒，这个因为它这个物理距离嘛，离上海比较近嘛，所以说它是稍微快，延迟稍微低一点。你看到它的下载速度是比较快的，比 WireGuard 快2倍，然后上传稍微慢一些。然后我们再连接这个是我在甲骨文云上创建的免费的 OpenVPN， 这是在阿姆斯特丹的。你看我再刷新一下，因为 AWS 和甲骨文云上的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再刷新一下，你可以看它会切换到阿姆斯特丹。阿姆斯特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网速你看怎么样？这个就26、27、33、34，略低一些，因为这个是免费的嘛，免费的它这个速度，它这个带宽是我记得是 0.5 带宽，对，正好差不多吧， 0.5 Mbps， 不是 0.5 Mbps， 40，我可以看到它这个稍微慢一些。然后呢，这是我评测的这些网速，但是有时候大家可能会问我说，我是不是人在国外？你凭什么就是说你的网速你能连接？你本来人就在国外。那我是特意因为这个影片我返回到国内的，去大陆去上海。不信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这个 IP 是在哪儿呢？你看我断开 VPN 我是上不了 Google 的。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除了中国大陆也基本上都能上 Google。你可以看到我只能百度了，这个百度这个我搜什么？我搜 IP 地址，你可以看到 IP 地址哪儿？你看，是中国上海市吧？我是本人真回到了就是中国上海，然后去评测这个 VPN， 然后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浏览这 VPN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然后网速也很快的，然后很高兴能今天的分享这支影片，然后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，然后点赞留言。然后订阅我，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